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拥抱心理，我是拥抱心的所长钟文曲智商心理师。今天是我们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哦，然后如果你都有追完的话，也谢谢你哦，看了6集，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其实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过度惩罚，那其实今天这一集，我觉得生活心理师要带的是2个概念，可是这2个概念其实也的确蛮容易会被搞混的，或者是大家会分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可这2个概念其实在不管是亲子教养或关系互动里面，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一个叫做被忽略，对；一种叫做被拒绝，对。这2个乍听其实好像很类似嘛，因为被拒绝也可能就是会被忽略嘛，忽略它其实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拒绝。可是其实生活心理师在我们前面的几集，我们已经有讲了一个概念，初学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先把2个看起来好像很像，或者是其实有混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先把它们分开来，大概了解这个状况是什么。生活心理师要不要各自介绍一下被忽略跟被拒绝有什么不同？我想要用一个这个实验来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哦。好，这个关于能量的实验哦。好，我们以前小时候呢，有没有做过一个白米饭就是跟他说好话，或者是跟他责备他的一个实验呢？我有看过苹果，也可以吗？也可以。OK， 就是呢，这实验呢有3组，一组呢就是你每天跟他说好话，赞美他另外一组呢就是你每天骂他责备他，第3组呢就是你完全不去理他。都不理他，都不理他。那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这3组啊，在2周之后呢，哪一组白饭它发霉的最严重？其实呢，完全没有理他的那一碗白饭发霉的最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能量。你说他没有被任何的关注吗？对。所以像是有一些喜欢搞东搞西的小孩啊，其实他某个程度就是得到了一些关注。对啊，就是爸爸会生气啊，所以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得到这么好的关注或这么好的支持或这么好的爱，那我搞一些破坏，我得到了一些责备，这还是有一些能量在，有点像是我戳你，然后你还会说干嘛啦？对，忽略就是呢，这个小孩他有些需求的时候，就完全不理他，就如同那一碗发霉最烂的那个白饭。所以就是我会说，我搞东搞西也不会有人理我。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成长教养的小孩啊，其实他跟人的连结是有状况的，因为没有连结，就是没有连结，没错。所以啊，他会有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他常常会感到没有归属感。因为没有连结，所以你就会没有一种跟别人能量交流的感觉，那就会让你不管是在跟另一半，或者是你在团体里面会没有归属感。有些人他没有去认知到自己可能从小被忽略长大的这个课题需要去疗愈的时候，他可能会一直不断的换团体，可是这个团体永远就是找不到他要的归属感。但实际上的真相就是，不管他换了多少团体，他没有真正的学到跟人连结的话，他永远都会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是他有归属的地方。不过说真的，因为这个学习从一开始也就没有机会啊。没错，因为在如果说他总是像被空气一样，就是会被忽略、忽视。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想想啊，如果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惯性的模式里面已经固化的小孩长大之后，生而为人内心都会有一些需求或渴望。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固化的模式就是觉得我们是不会跟人家有连结的时候，今天一样别人要来跟我连结的时候呢，其实说真的是我们自己活在自己被忽略的小世界中，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去跟人建立关系。也就是说，其实是我们长大之后活在惯性里面，拒别人于千里之外。但是我的表意识又会觉得说，是大家没有对我好。但是在你的潜意识的模式里面，其实是我们的那个惯性，让我们一直不断的没办法跟别人靠太近。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说，他就没有学习嘛，那他到底要怎么样跟人连接？但其实生活心理师在讲的是表意识啦。表意识可能内在会有一种，真的是一种表现出来一种很匮乏的感觉，是为什么到哪里我都没有办法有根，
会有归属感。对。可是其实当然我们很多心理治疗或者是心理咨商，我们会当然要，因为你这样其实表意识在谈的时候，其实在谈的是好希望遇到一个有归属感的团体，或是期待着别人来看到我。可是通常其实的确諮商里面有一个限制，是我们的确有的时候很难去改变坐在我们前面这个人的外在的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他嘛。所以可是其实内在其实是可以，有的时候被忽略的人，好像内在他们真的有一个潜意识是，我就是不会被看到啊。因为说这也很合理，因为过去就是没有被看到，所以其实你在那个自我或者是这个对自己的认知上，就觉得我不会被看见啊。我应该就是一个不会有任何归属的人。所以当时对这样的认同或者是对归属的感觉很陌生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知道，真的遇到一个归属的时候，搞不好其实也不太清楚。没错，原来这个就是一种归属。其实这个概念其实可以套用在我们这6集里面。他如果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界限，他也不会知道界限是什么。他只会觉得有界限就是爱，或者是没有界限才是爱，就是非常非常僵化。因为任何新的经验对他来说都是很陌生的。没错，那是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可是我们可以转化的，或者是可以疗愈的，是这样的一个自己内在的自己的认同。对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朋友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愿意更深的敞开自己。什么叫更深的敞开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在的情绪、内在的受伤、内在的纠结，我们愿意打开来，让身边的人可以去跟我们这个部分的自己互动。因为往往在忽略小孩中，我们已经慢慢的也把自己关起来了。可是内在这些受伤跟委屈啊，或者是这些渴望连结这些感受，可能伴随很多的情绪。那情绪当我们表达出来或是流动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让对方可以跟我们连结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学习勇于的去敞开跟表达我们自己的这些情感。那这个是需要有一点勇气，跟突破我们自己的惯性的。这是关于被忽略嘛？对，这是关于被忽略。那还有一个叫被拒绝。对，被拒绝呀，我们可以感觉一下那个状态。被拒绝呢，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渴望，或是你有表达出一些需求，但是呢，对方不是忽略你，对方是可能他让你感到直接被切断，或者是他有点攻击你的感觉。可这个跟界限又不太一样，好像又不太一样。我在想，通常就是说，不管是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嘛，一开始要去敞开，然后有勇气去表达自己的时候，被拒绝跟有界限，有时候可以怎么辨别？用一种感觉来讲好了。今天如果你忽略一个人啊，你可能就一样会路过他身边，然后就只是把他当空气而已，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拒绝一个人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就是连他身边都不会路过，或者是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会回应，你没有把他当空气，可是你是拒绝他，你就说不要跟我讲话，我不认识你。你这样不行，不可以。对，这种就是一种比较主动的切断。OK 的一种感觉。OK， 不过盛峰，我是要问你啦，因为有的时候啊，有界限，就是像我们前几集谈到的嘛，对于就是容易被就是在妥协或者是溺爱长大的孩子，对他们来说，你有界限，关系有界限就是拒绝。那所以我想要请你跟观众澄清的是，这就是你提到的这个拒绝跟一种在关系里面有要建立界限，这两个的区别又可以是什么？我们建立界限的时候啊，是我们会认知到我跟你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是分开的，对吧？但是呢，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你也有你自己的想法，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那可是透过有
良好的界限的区分啊，我们反而可以更建立深厚的关系，对吧？这就是良好的界限。但是在这个被拒绝的小孩身上呢，他这个是不良的界限，意思是说我跟你是切断关系的，而且我对你是有一些敌意的，就是说你被攻击了，也被否定了，对，就是你这样就是不对，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做，类似这样。比较不是说你跟他说这样不对，是我就是不喜欢你，我没有要跟你互动，那个不叫做一种界限，那个叫做一种切断或一种隔绝。OK， OK， 对，哇，所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养模式呢？有些时候，有些小朋友是不被期待生下来的。像我接过一些个案，他是不被期待生下来的。可能父母想要生男生，生了一个女生，然后从小就对他就是跟其他的兄弟姐妹的照顾的方式就差很多，或是常常就会被有意无意的讲说，我根本其实没有要生你。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一种被拒绝的一种感受。所以当你被拒绝的时候，多半这样的一个成长上来的小孩，他会觉得自己是有一种很深的信念，就是我是多余的，对，没有人要我的。但是他又很渴望被爱，所以他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非常的敏感别人的一举一动，因为他就会去搜寻对方是不是又要把我抛下了，或是对方是不是又要不理我了，拒绝我了。哇，那这个过程其实对他来讲是非常的辛苦。我不知道可以这样理解，被忽略像是就是一直都被经历的，没有被看到，像空气一样。对，有不存在的感觉。被拒绝是我有被看到，但我的真是否定的。对，没错。是被讨厌的。对。OK。对，或者是被指责的，会被认为你不应该存在的。但是是被看见的，但那个看的那个眼神就是是很否认的那一种。所以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的小孩啊，他会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就是被接纳。可是因为惯性模式就是被拒绝，所以他内在很深的被接纳的同时，他又不相信自己真的被接纳了。所以在这过程，他就会有非常多的行为来去测试你是否是真的能够接纳我。就很多有人在感情里面会设很多的关卡。对，这些关卡其实你问他，他都会说，因为如果他有做到，他应该是爱我的吧。可是那个关卡总是会一关一关又一关，困难重重。没错。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爱里面其实是很渴望嘛，然后他又要测试伴侣的这种忠诚度或是否接纳他。可是有趣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互动模式是会吸引类似的人事物来到我们身边的，就是重演，也许就是过去跟父母的互动。所以往往他们找到要去测试的人呢，或是吸引他们要去测试的人呢，又是那些很容易伤害他们，或是很容易会拒绝他们的对象。他们又要从这个对象身上想尽办法得到他的接纳。其实就是在重演小时候他很渴望从父母拒绝他的父母身上得到那个被接纳的那个状态。可是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很困难。所以当我们唯有认知到这样的自己的回圈，或是不管你在人际关系或你的情感关系，好像都是一直遇到这类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更深的去关注我们自己，跟有意识的跳脱出来。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也学到了隔绝这件事情。说真的，我们跟内在真实的自己也都可能会是隔绝的。所以可能我们对于自己内在的很多的感受或是很多的情绪可能我们暂时没有办法那么深刻的觉察，因为可能我们跟自己的情绪也断联了。所以我们要先学习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先学习跟自己好好的连结，然后也要先学习好好的接纳自己。接纳自己，我觉得这件事
对于很多人来说也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先知道我们自己的课题在这里，我们先可以告诉自己说，我愿意开始学习接纳自己。接纳不容易，但是我至少我先告诉自己我有意愿，对不对？那我们就从这个点开始，慢慢的在生活中一点一点的去做。那当我们内在那些情绪啊，真的能够被连接到了，那些委屈受伤都能够浮上台面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开始去疗愈自己这个部分。今天当然是最后一集，可是如果有一直在看我们节目的伙伴，其实圣风心理师出现是蛮常出现的，但是其实为什么很常找圣风心理师？因为圣风心理师其实在谈疗愈这件事情，可是其实我很喜欢圣风心理师分享的，就是疗愈可以先从愿意接纳，就是一步一步来啦。就像是圣风心理师某一集有提到的，把这些课题啊，或者是遇到的困境，一个一个先分出来，然后至少你可以一个一个。看见自己有几个，然后可以一个一个慢慢来，没错，不用一下子好像总觉得全部都要一起疗愈，或者是好像马上就应该要爱自己，马上就要来接纳自己，其实真的会很困难，因为如果当接自己或者爱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应该，应该完美，那其实。那也是另外一个，那只是一个另外一个辛苦，没错，那就变成大脑告诉自己的，但是你的心没有真的感受到。说真的，这很常出现在我们的咨商室里面，走进来的大家都说，有一种会说，我知道爱自己啊，我知道我要对自己好，可是我没有感觉，没错，或者是为什么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那种不是那个爱自己的感觉，所以在疗愈的过程中，感觉是很重要的。感觉是很重要的。有时候逻辑跟论述反而相对它没有比感觉来的这么重要。但是如何去在感觉中去松开一些纠结，或是在感觉里面去打开过往的那些惯性痛苦的模式，那又是另外一个需要更深的学习跟觉察的部分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前导的一个介绍，都是提供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方向啦。至少我把它提出来一个一个，你可以先透过这些影片，不管是开始认识，或开始去觉察自己的感觉，开始去回溯自己过去的经验。先看书也好，先上课也好，或者是有某一天真的也愿意走进咨商室来也好，其实对我来说，就像套用圣风心理师最后一句话，意愿，我愿意开始先认识自己，没错，我愿意开始先接纳自己，先从这样的一小步开始，那其实疗愈就已经在开始发酵了，在发酵。发酵这个词是真的很棒的哈。好，我们这个月的，我觉得是比较像是从家庭系统。来看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还有在亲子教养间的这个我们叫做关系的动力，来认识自己的专题呢，今天是最后一集了。但是我刚刚也说了，因为圣风心理师的这个其实可以讲的主题非常的多，或者是这些主题再往下延伸更深的，都还可以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所以可能你想要再更深入了解的，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让圣风心理师下一次也可以再来为大家分享。那拥抱心理这个月的专题就到这边结束咯，拜拜。拜。